早上睡得好好的，突然被一阵急促的警报声惊醒，接着业主群发来一条消息：大雾7天后消散，在此期间请遵守以下规则：1. 雾里有毒，在此期间请不要接触大雾。2. 冰箱里无论有多少食物，也只能吃1天。3. 家里是安全的，不过只能1个人待在家里，如果家里有2人及以上就会集体死亡。4. 假设食物吃完，你可以下楼去买食物。5. 不要相信任何人，请保护好自己，若是有人敲门，千万不要开门。6. 社区没有服务人员，若有人自称是服务人员，一定是冒充的。7. 大雾期间千万不要出门。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发群消息的人，竟然是物业经理老陆。起初大家都以为是老陆闲着没事搞恶作剧，直到群里发出一张女人惨死的照片，所有人瞬间炸开了锅。一个女人面色惨白地躺在地上，她竟然七窍流血嘎了。我顿感后背发凉，赶紧在群里询问这是怎么回事。我女朋友不相信，打开窗户把脑袋探出去，就变成了这个模样，这也太可怕了。我们该怎么办？为什么打电话报警没信号？看来规则可能是真的，是不是遵守规则就可以活过7天？不一定，规则里有很多矛盾的地方。难道这些规则有真有假？几条消息之后，群里突然陷入死一般的寂静。砰砰砰，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。小周，我是你李姐，你家里有南瓜吗？大宝想喝南瓜粥。李姐住在我的楼下，是个单亲母亲，平日里对我很照顾。可一想到第5条规则，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抿紧嘴巴，不敢发出一点声响。李姐又喊了几声，直到走廊里传来了哒哒的脚步声，我才凑到猫眼向外望去。可李姐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了出来，一整只眼睛几乎都贴在了猫眼上，吓得我差点喊出来，心扑通扑通狂跳起来。小周，我知道你在家，你把门打开好吗？给我一个南瓜我就走，大宝真的想吃南瓜粥。李姐的声音有些嘶哑，带着一丝哀求。李姐，我家也没有南瓜。我下意识地拒绝。猫眼里，李姐的表情很诡异，似乎在笑。她转过身，僵直地向对面走去。她走到301的门口，突然停下脚步，再次敲门，嘴里依旧重复着刚才对我说过的话。301迟迟没有动静。李姐变得有些暴躁，用脑袋一下又一下重重地撞击着门板。她仿佛感觉不到疼痛，身体僵硬得像一块木头。谁啊？有病吧？301男人暴躁的质问声响起，下一秒是吱呀的开门声。我在心里为他捏了一把冷汗，只听见一声惨叫，男人径直地倒在了地上。不一会，我的房门再次被敲响。小周，开个门，给我一个南瓜吧。李姐，我家里真的没有南瓜，大宝正在家里等你，你快回去吧。一听到女儿大宝的名字，李姐混沌的眼睛有了一丝光亮。宝宝在等我。随后她机械地转过身，僵硬地朝家的方向走去。没走几步，李姐突然一头栽倒在地上，没了声息。如果说301的男人是因为给陌生人开门，违反了第5条规则，可是李姐是什么原因答的呢？因为她出门了吗？真是太可怕了。好不容易熬到了中午，我决定熬点粥给自己补充些体力。可打开冰箱后，我有些发愣，早晨还很新鲜的蔬菜竟然都发蔫了，水果上还长了密密麻麻的斑点。我颤抖着手拍下了这幅画面，发到了业主群，随即有很多人响应了我。我家的也是，水果都烂了，我家冷藏的肉竟然有些发黑了。你们听说过生大米长斑点的吗？我正打算回复，群主突然给我们所有人都禁了言。接着老陆发来了一条新消息：亲爱的业主们，规则更新，家中不可以有尸体，否则会引来贪吃鬼。这条规则让我毛骨悚然，只听到窗外传来砰砰几声巨响，是重物落地的声音。我拉开窗帘，外面雾蒙蒙一片，小区绿化带边上出现了很多横七竖八的尸体。在生死面前，人果然都是自私的。我好庆幸自己是个单身狗，家里只有我一个人。这时门外又传来了敲门声。我是物业的，下面邻居反映你们家漏水。社区没有服务人员，若有人自称是服务人员，一定是冒充的。我想起这条规则，这时候开门就是傻子。突然门外传来一声尖叫，接着就是啃食声。我心里咯噔一声，估计还真有傻子。提心吊胆地熬过第1个晚上。第2天一早，我下意识地就先跑到了厨房，打开冰箱一看，食物已经全部腐烂了，还隐隐散发着臭味。这可怎么办？正在我纠结时，门再次被敲响。我吓了一个机灵，什么玩意儿？敲了2下又没了动静。这时业主群再次传来消息：亲爱的业主们，规则更新，门口放有防护服和防毒面具，有效时间1小时，请在规定时间内回家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我屏住呼吸，大着胆子透过猫眼一看，门外果真放了一套防护服和一个防毒面具。我小心翼翼地把门开了个小缝，伸手把它们拿了进来。我发现门口李姐和邻居的尸体已经不见了。我现在有防护服，可以出门买食物，那就说明之前规则里大雾期间千万不要出门这条规则是假的。如果不出门，我估计也熬不过7天。穿好防护服后，我果断下了楼，走进超市，门口竖着一个小黑板：超市规则1，
超市的肉很新鲜，但都不可以吃。2. 蔬菜都是当天新进的货，可以放心食用。3. 每个人只能买1天的量。4. 超市每次只能供应20人的食物，人越少越好。看到最后一条，我顿时觉得毛骨悚然，这是让大家自相残杀呀！我看了看自己的小身板，感觉都不够别人塞牙缝的，更何况一栋楼起码有上百人，看着已经走进去了好些人。我麻溜地跟了进去，超市的门在我进去之后便自动关上了，而外面没来得及进来的人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里面。防护服和防毒面具的使用时间是1小时。我转头先去拿一些要吃的东西。我是个无肉不欢的人，看着新鲜的肉忍不住咽了咽口水，但规则里提到超市的肉不能吃，于是我艰难挪开了目光，走向了旁边的零食区，拿了几桶泡面。看到超市有卖南瓜饼，我下意识拿了几袋，为了节约时间，不敢在超市逗留。买完东西就准备离开，刚走到收银台就看到上面贴着的规则：1. 超市的后门是商品运输通道。2. 任何人都有可能是贪吃鬼假扮的，贪吃鬼喜欢吃肉，如果遇到危险，可以把身边的人丢出去。我看向旁边站着的几人，他们在看完规则后，主动往后退了几步，相互之间保持了一些距离。我拿出手机把规则拍下来，等平安回去之后，再慢慢分析这其中的窍门。紧接着付完款，大家都默不作声地往后门走去。出了门，所有人如脱缰的野马，迅速朝家的方向跑。大家都穿着防护服，只要把东西藏好。雾这么大，很难有人认得出来。我刚跑出来还没有一会，就撞到一个瘦弱的姑娘，蜷缩在椅子上。我默默放慢了脚步，见我走来，小女孩可怜兮兮道：“姐姐，我的东西被坏人抢走了，你能帮帮我吗？”她满眼含泪地看着我，不禁让人心生怜悯。可以想到她可能是贪吃鬼假扮的，我当即忍下心，径直从她面前走过。她喊了半天，见我没理她，重新看向了后面的人，继续求救。突然身后传来一阵若隐若现的惨叫声，女孩果真的是贪吃鬼，我吓得一个哆嗦，赶紧进入电梯。在电梯门关上的前一刻，一个穿着缩小版防护服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，是李姐的女儿大宝。她一双无邪的大眼睛怯生生地看着我。小周姐姐，你看到我妈妈了吗？我妈妈上次出门就再也没有回来。我回想起李姐在我家门口发生的事情，心中不免有一丝愧疚。我咬了咬嘴唇，将南瓜饼递给她。乖乖快回家，妈妈去给你买玩具了，她让你在家等她，记住不要给任何人开门哦。那万一是妈妈敲门呢？大宝突然伸手拉住了我的衣袖，我吓得一个寒战，想到贪吃鬼有可能会伪装成任何人，猛地将胳膊抽了出来。妈妈有钥匙，会自己开门的。大宝乖，先回家，别让妈妈担心。此时电梯门刚好打开，宝宝似乎没有看出我的防备，对我说了声谢谢后跑开了。我长舒了一口气，不知道把自己的食物分享给大宝会不会违反哪条规则。群里再次发来消息：亲爱的业主们，规则更新，家里也不一定安全，请提高警惕，因为贪吃鬼会假扮成你的亲人，但他们害怕一切可以反光的东西。看着这条规则，我一脸莫名其妙，这和家里是安全的这条规则相矛盾，到底哪一条规则是真的，哪一条又是假的？我忧心忡忡地打开房门，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脸映入我的眼帘，我的心跳如同擂鼓一般砰砰直跳。妈！叫了一声后，我立马清醒过来，因为我妈4年前已经出车祸走了。我做了你最爱吃的鸡公煲，快过来尝尝。我妈抿嘴一笑，还是以前的模样。我惊恐地看着她，一脸难以置信。这丫头傻了吗？赶紧进来吃饭。进门后，我僵硬地看着她在厨房里忙活，明知道她是贪吃鬼假扮的妈妈，但还是不自觉地红了眼眶。妈，我有东西落在房间里了，我去拿一下。我猛地转过身走向卧室，然后锁紧房门。就在这时，门突然被一股很大的力道推开，我妈站在门口直勾勾地看着我。门是反锁着的，她是怎么打开的？丫头，吃饭了。说着就朝我走过来。情急之下，我拿起床头柜上的镜子朝她照了过去。面前的贪吃鬼发出一阵奇怪的惨叫声，接着便原地消失了。隔天一早，防护服和防毒面具再次送来，我穿上小镜子去超市采购了1天的食物。我担心自己踩雷，每天都会把规则背上几遍，让他们烂熟于心。我发现给大宝食物并没有违反规则，于是每次去超市都会带一些他喜欢的食物回来，然后挂在他家的门把手上，待我敲5下门后离开。终于熬到了第7天，业主群已经解除禁言，但几乎没有人在群里发言，因为大多数人都因为违反规则死掉了。下午我刚买完东西准备结账，耳边突然传来一声惨叫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我就被人推倒在地，怀里的镜子也被摔得粉碎。再次起身，我发现一个男人提着一大袋肉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我。他是贪吃鬼，如果遇到贪吃鬼，可以把身边的人丢出去。我震惊地看了一眼推我的人，他先是心虚地瞟了我一眼，然后迅速地跑开了。另一边的贪吃鬼则缓缓走来。就在这时，一只小手突然拉住我，姐姐，跟我来。是大宝。接着大宝领着我来到超市厕所，贪吃鬼则在外面不断地砸门。大宝说：姐姐放心吧，他们进不来的。
我惊讶地看着大宝。你怎么知道？大宝指了指一旁的马桶盖，马桶盖上方写着一条新规则：超市厕所是唯一可以离开小区的出路。大宝，你怎么知道这个？我颤抖地询问。其实我和妈妈已经玩过好多次这种游戏了。我赶紧拿出手机，把这条规则拍下来发到了群里。我们有救了，赶紧来超市厕所集合。很快便有人回复我，不要相信他在说谎。我亲眼看到他被贪吃鬼抓走了，可我明明被大宝救了呀。妈妈，我想喝南瓜粥。我不是你妈妈，我是你的小周姐姐。这一刻我顿悟了，大宝说他和妈妈玩了好几次这个游戏，也就是说，李姐是上一次游戏中存活下来的人。现在大宝和我活下来，我就是他的新妈妈，而我则变成了下一个即将死去的李姐。这是一个无限循环，要想逃出去，我和大宝只能活下来一个人，而大宝就是贪吃鬼。走进早八的课堂，一道奇怪的喇叭声突然响起。本节课为音乐鉴赏课，请遵循以下规则：一，请勿大声喧哗，否则会被当场清除；二，下课之前请勿离开声乐教室范围；三，下面喇叭将持续播放不同的歌曲，请严格按歌词内容行事；四，每句歌词内容结束后有3分钟休息时间；五，本堂课程共计需要鉴赏8首歌曲，请尽量活下去，待8首歌全部鉴赏完毕，你们方能下课离开教室。1分钟之后，喇叭正式开始播放歌曲，请各位做好准备。听完喇叭通报的全部内容，我忍住一肚子疑惑，看向身旁的2个室友。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？轻轻深吸了一口气，声调压得很低，好像生怕被人听到。小点声，不管这些规则是真是假，但根据看电影的经验，这时候应该会有愣头青站出来，替大家试验一下。什么？我和小美的目光全都齐刷刷地看向青青，这时一声尖锐的嘶吼打断了我们的谈话。教室里一个愤怒的学霸大声呵斥道：在学校里面能不能不要搞这种恶作剧？我还要去图书馆复习，真以为考研生都这么闲吗？说罢，他气冲冲地提起手里的复习资料准备离开，可没想到下一秒他就停住了脚步，身体瞬间化作一地的血水。难道这就是系统所说的清除吗？看到这样的场景，吓得我身旁的小美差点尖叫出声，好在我及时捂住了她的嘴巴，这才没有出事。这堂课禁止大声喧哗。如今教室里的氛围几乎让人窒息，直到1分钟时间缓慢流过，规则里所谓的第1首歌曲终于响起，沉郁的嗓音，熟悉的旋律。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。为了保证自身的生命安全，请在2分钟的时间内严格按歌词内容行事。这是让我们学猫叫吗？轻轻看向我，我也有些摸不着头脑。这也太简单了吧！我俩坐在原位，忍不住四处张望，想要看看别人有没有头绪。大家似乎都在遵循歌词里的原则，一个个夹着嗓子学起了猫叫。可谁也没想到，即便有些人学完了猫叫，他们的身体却在下一秒被系统清除了，而有些人学完猫叫后身体却安然无恙，这让我们3人百思不得其解。此时小美有些着急，难道学了猫叫也会被随机清除吗？怎么办？我们到底学不学猫叫？眼看倒计时快要结束，我在嘴边不停地重复念叨着歌词：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，一起学猫叫。等等，我知道了。关键时刻，青青站了出来。广播中说过，规则就藏在歌词之中。如果将刚刚的歌词拆解，那前半句的规则是让我们学猫叫，而后半句的规则则是猫叫的次数。小美闻言立刻反应了过来，后半句有5个喵，难道说意思是让我们学5声猫叫？是的，多了或者少了都不可以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刚刚那些学了猫叫的人也会被清除，这其实是因为他们学猫叫的次数不对。弄清规则之后，随后我们3人立刻学起了猫叫，每个人叫声不多不少，正好是5次。但随着倒计时的结束，刺耳的喇叭声再次响起。第1条规则结束，淘汰人数16人，剩余存活人数35人。下面你们有3分钟的休息时间。谁也没想到，仅仅是第1条规则就淘汰了16人，教室的每个人都变得沉默不语。沉寂的3分钟之后，第2首歌响起。悲伤的歌声到这里戛然而止。这是说散就散，我最喜欢的歌。小美显然有些兴奋，顺势接上了歌词。感情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？大姐，现在不是让你 K 歌的时候。轻轻嫌弃地盯了她一眼。如果按照刚才的解法，纯粹针对字面意思的话，我们是不是该捅自己一刀？你们看看黑板上方的倒计时，电子计时器已经只剩43秒时间，这次总共只给了我们1分钟，怎么办？你们有没有带刀？这是学校，谁上课会带刀啊？经历了第1首歌的考验，现在不少同学已经摸出了门道，开始用各种方式让自己受伤，所以不少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拿头撞墙。皱眉许久，我终于想到了一个既容易受伤又很好发力的地方。我提起右腿，使出最大的力气，狠狠向桌角踢去。巨大的疼痛从脚背传来，冷汗疯狂从我的额间流下，迅速爬满了我的整个背。青青和小美也被我突如其来的招式惊呆。我看到时间仅剩最后10秒，猛然啐了一口，愣着干嘛？一人一脚。青青和小美立刻照做，
当时间彻底归零的那一刻，一缕阴冷的风突然从窗外刮来，风刮到我的身上，让我冷不丁打一个寒战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我脚上的疼痛突然消失了。原来这一关只要让身体产生疼痛，就算受伤，不管伤的轻重与否，都可以顺利通关。就这样，第二关竟然罕见的全员过关了。短暂的3分钟休息之后，耳边已经传来了第3句歌声。这首歌叫《夜曲》，还没等我开始分析歌词，教室的灯便悄然熄灭，四下陷入一片漆黑，伸手难见五指，能见度几乎为零。一道钢琴声不知从何处开始响起，非常优美，又让人摸不着头脑。黑暗之中，有人摸到我的身边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听他的声音，我分辨出这是青青。我抿着嘴，仔细回想着这次考验的关键词：夜曲、黑暗、钢琴、键盘，这都是什么跟什么？怎么看都没什么有用的关联。2分钟之后，钢琴演奏结束，黑暗之中传来一声凄惨的呜咽。小美凑到我们身边，轻轻呢喃：“嘎了一个。”青青恍然大悟：“我知道了，每一次演奏结束都会嘎掉一个人，这恐怕是一种循环，只有打破它才能结束。”话音刚落，琴声再度响起，婉转悠扬，却又尖锐刺耳。要想打破琴声的循环，我们首先需要找到琴声到底在哪里。于是我们3人竖起耳朵，想要听出琴声的方向。我试了试朝不同的方向走动，但不管走到教室的哪个角落，听到的音量几乎都一样。一番尝试之后，我忍不住说出我的观察：这琴声给人的感觉好像并不在任何一个方向，而是四面八方。就在我们寻找琴声的时间里，乐曲已经不知不觉又走完了第2遍、第3遍。黑色的世界里不断传来凄厉的惨叫，音乐教室里陷入了极度恐慌的氛围。视力最好的小美扫遍了整间教室，也一筹莫展。冥思苦想之后，我把目光放回了歌词本身。手在键盘敲很轻，我给的思念很小心，你埋葬的地方叫幽冥。我不禁乍然一愣，拍了拍青青的肩膀，会不会琴声的位置就藏在歌词里？青青听完顿时恍然大悟，幽冥。与此同时，周遭的乐曲再次响了起来。青青思考片刻，立马说出了他的想法。幽冥最经典的释义应该是指向地下，这也是我们肉眼没法观察的地方，所以能不能想办法把地面挖开？没有人上课会带铲子的，而且就算带了铲子，等你挖开水泥地，估计这里已经没一个活人了。我猜测，当音乐教室出现这样诡异的规则时，这间教室就已经不是一个用物理常识来衡量的地带了。于是青青弯下腰，一只手毫不犹豫地向地面戳去。青青的手不仅没有被水泥撞断筋骨，反而穿过地板，摸到了地面之下的地带。没摸出多远，就摸到一只纤细的手臂。青青死死将它拽住，往地面的方向扯动。而就在这时，教室里的音乐停了。几秒之后，教室的灯光重新亮起，我们成功通关了。原来这一关的诀窍就藏在地下。第3条规则结束，淘汰人数10人，剩余存活人数25人。短暂的3分钟休息过后，第4首歌的曲调已经从喇叭里弥漫而出。我走咱就走啊，你有我有全都有啊。雄厚的嗓音穿透力极强，配上几声粗犷的号子声，显得相当豪迈，竟减弱了不少恐怖的氛围。这是家喻户晓《水浒传》的主题曲《好汉歌》。身旁的小美还是一如既往的没心没肺，这种危机关头居然跟着喇叭黑了起来。青青忍不住吐槽：解谜的时候没见你说话，一听歌你就活回来了。喇叭声消失之后，讲台上猛地着起了熊熊大火，火光照得我们脸庞通红，像是要吞噬一切的野兽。烈焰里传出噼里啪啦的声响，高温让我们额间流汗。青青长长嘶了一声：水里火里不回头，不会是要我们冲过去吧？这可不是什么幻象，而是货真价实的熊熊烈火。教室的温度已经高到让人喘不过气，有人尝试轻轻摸了一下边缘的火苗，就已经痛得说不出话。真要冲过去，后果不敢设想。一直眯眼扫视四周的小美此时也忍不住开口：火光里时不时在闪烁几个数字，分别是30、28、27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好像是倒计时。青青眉毛拧成一团，我去，就剩20秒钟了。按照歌词的指示，路就这一条了，冲吧！这关明摆着就是考验我们的勇气。还记得想办法受伤的那关吗？只要能忍住烧伤的痛感，后面会痊愈的。我点点头，想和他一起冲进火里，却发现有一个男生已经抢在了所有人的前面，冲进了火堆。本以为他会顺利过关，可他却当着我们的面被烧成了灰烬。我长吸一口气，顿时明白这是错误的解法，只好重新默念歌词。终于想到了一个没有注意的因素：说走咱就走，你有我有全都有。歌词的难度或许没有想象的简单，这应该不会是一句废话。等等，仔细想想歌词，
或许我们要叫上所有人，全部一起出发。好在经历了前面3首歌的洗礼，幸存下来的所有同学都算比较理智。我将想法迅速传达，所有人都聚了过来，并排站到讲台前方。一声高呼之后，全部人顶着灼灼热气，一起迅速冲进了火堆。刺痛钻遍全身，让我险些失去行动能力。就这样拖着疲惫的身躯，不知道跑出多远之后，我居然回到了原来的座位上。身旁是青青和小美，除了一开始那个抢先入伙的男生，第4首歌里共同前进的所有人，居然都回到了原位。没坐多久，喇叭声再度响起，开始播放第5首歌。我从男子把与世界之大。歌声婉转悠扬，却又戛然而止，反倒是小美沉浸其中，居然顺嘴就跟出了下一句，也沉迷于其中梦话。青青狠狠地怼了过去，我们都听过起风了，用不着你搁这儿演唱。我正想掺和2句，却突然眼前一黑，发现身边的景象逐渐被剥离开，世界竟悄然失去了色彩。他们2人的声音越来越淡。待我重新取得身体的控制权时，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地方。环视四周，这里茫茫无际，只有白色的天和黑色的地，前后左右没有任何一边可以看到边，似乎是一个无限大的世界。头顶慢慢悬起一串文字：倒计时2小时，请找到出口，回到真实世界，否则将会永堕此处。2个小时，找到出口。我忍不住揉了揉自己的眼睛，再度观察周围的环境。地面全是最浓郁的黑，没有任何一处不同，看不出一点破绽。什么地方会有出口呢？再仔细回忆歌词，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。我试了试拽住自己往上拉，却发现自己像个笑话。世界倒是真的很大，自拔也是真的没法自拔。而且这一关应该是每个人分别被拉入一个这样的世界，得不到任何队友的帮助，也没有交流讨论的机会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禁叹了口气。青青或许还有不小的机会活着出去，小美那家伙怕是要交代在第5首歌了。看了看倒计时，我开始尝试四下行走寻找出口。可怕的是，我找了足足1个小时，东南西北走了个遍，都没有找到任何一点线索。眼看时间一步步流逝，我拖着困倦疲惫的身躯，已经越来越绝望，看着无边无际的天空，我的脑海里回忆起听到歌词时的画面，小美的歌声仿佛重新灌入我的耳中。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，也沉迷于其中梦话。想到这里，我打了个激灵，难道说线索其实藏在下一句？我仿佛找到了新大陆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在这里居然是要靠睡觉做梦才能顺势回到现实世界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这个规则的制定者也太阴险了些。眼看着倒计时不断流逝，于是我果断做出决定，索性躺下闭眼，带着一身的疲惫睡了过去。没多久就失去了意识，直到身边传来呼唤我的声音：降职，降职。再睁开眼，我竟已经在教室之中。教室里的人不知不觉已经少了一大半，青青和小美所幸都还在。没想到我居然是靠着小美的胡乱跟唱，才想出来最后的思路。小美，你真聪明。我不禁轻轻一笑，我还以为你要永堕其中了呢，没想到你也能活着出来。小美揉了揉惺忪的睡眼，解释道：我根本没找到你们说的什么解法思路。听到这里，我们整齐地看向了他。没找到解法还能活着出来，你开挂了吧？谁知他摸着后脑勺，尴尬地说道：我进去之后简单思考了2下，发现我根本没什么脑子，就只好放弃了，干脆躺下休息了。闭着眼睛太舒服了，一不小心我就睡着了，然后就回来了。听完，我和青青面面相觑，这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傻子课高手。第6首歌响起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一步是爪牙，是魔鬼的步伐。这首歌怎么有点魔性？小美也发出了同样的疑问。这是什么歌啊？这下子反倒轮到青青神气了。这是滑板鞋啊，2012年的神曲。随后她扭动腰身，做出了摩擦地面的动作，嘴上念念叨叨：摩擦摩擦，在这光滑的地面上摩擦。小美愣愣地看着她，仿佛在看一个二傻子。还一直说我呢，你也不看看你自己。可没等我们多说，上一首歌时的抽离感再度袭来，世界似乎又要再度剥离，这首歌居然又要分开接受考验。再睁开眼，我已经身处悬崖之上，一行文字在头顶悬起：到达彼岸即可回到真实世界，否则将永坠深渊。同样伴随着倒计时，这次的时间只有短短的5分钟。2道悬崖的中间只有一条长长的木板桥，可能是因为年久失修，整座木桥显得极其脆弱，随着风而不停地摇晃。更要命的是，悬崖下的深渊里是一条条裂开大嘴的鳄鱼。不得不说，想要安安稳稳地走过这样危险的木桥，确实并不容易。可当我正要迈步向前的时候，脑子里不禁冒起了一个念头：如果这样过关的话，和歌词又有多少关系呢？一步两步，一步一步是爪牙，是魔鬼的步伐。如此想来，或许真正的路根本不是看似合理的木桥，而是爪牙这个更加抽象的概念。恰好深渊这些鳄鱼的嘴里不正是爪牙吗？
若是穿行在这些玩意儿中间，才更能说是魔鬼的步伐吧。想到这里，我决定赌一把，于是我果断抛弃了木桥，直接纵身一跃，跳到了离我最近的一条鳄鱼头上。然而原本看似凶猛的鳄鱼并没有把我吞下去，反而变得乖巧安稳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我赌对了。接着我踩着第一条跳到了第二条鳄鱼身上，再踩着第二条跳到了第三条鳄鱼身上。就这样，靠着这些拼接起来的鳄鱼小路，用了4分多钟，我总算到达了对面。白光一闪，音乐教室出现在眼前。这次回来，教室已经显得空空落落，幸存下来的仅仅只有我们3人。让人匪夷所思的是，小美这家伙居然又活下来了。这么短的时间，你居然也能想到生路？睡觉可以误打误撞，这一关不像是她能通过的。小美挠挠头，我也没想到啊，我打算按着歌词先走1步再走2步，以这样的方式走过独木桥，但我失误了，还没走上独木桥就掉下去了。我掉到了一张可怕的鳄鱼上，没想到它居然一动不动，于是我就踩着这些鳄鱼跳到了对面。轻轻皱着眉头，一脸的不可思议。合着姐妹，你属性没加到智商上，全加的是幸运值吧？简单讨论了上一首歌的经验之后，我忍不住给他们加油打气。已经走过6首歌了，只要再通过最后2首就能活着出去了，一定不要松懈啊！与此同时，喇叭声再度响起，熟悉的旋律传出。灯光熄灭，教室一片漆黑。警告：在这首歌的时间里，音乐教室禁止开灯，同时教室内将出现一只鬼怪，四处游荡。一旦攀附到谁的身上，就会慢慢啃噬他的身体，直到全部吃下。很明显，这一首歌的考验是我们要面对一只鬼怪，或许他就是歌词里说的丑八怪。漆黑之中能见度极低，我只能不停向左右伸手，想要摸到他们3个的位置。可这时一缕阴风从我的眼前划过，伴随着一道带着幽怨的啜泣。鬼怪已经来了。这一次的困境并没有标明任何的倒计时，也没有说如何通关，能够阻止他的条件一定就写在丑八怪的歌词里。我不停思考着，突然被一道求救声打破。救我！那是小美，不知道她在教室里的哪个角落，多半是被鬼怪给逮住了。可此时我根本没有发现歌词的解法，只能任凭她的声音在空气里慢慢变小。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，一路顺利通过了6首歌了。本以为小美能够再次凭借幸运体质熬过这关，没想到第7首歌居然这么凶险，几乎没做出什么像样的抵抗，就已经折损了一个人。我悄悄挪动脚步，往靠墙的位置再缩近了些，不断思考着那段歌词的内容。丑八怪应该是象征着鬼怪的身份，能否别把灯打开，则是呼应着拒绝任何光源的前提规则。我要的爱，难道说解法就是给他爱？在我思索的时候，鬼怪也并没有闲着，居然没2分钟的功夫就又找上了新的目标。我听到了轻轻的喊叫，这鬼怪就像安装了一个 GPS 一样，找人的速度越来越快了，估计下面就会轮到我了。给他爱，给他爱，心里默念着这个唯一的线索，我感到一阵焦急，回想起青青各种极致的画面，我想他肯定也对歌词进行过分析，也能得出和我类似的结论。他肯定有做过类似的尝试，但是他还是死了。歌词里一定有被忽视的地方，会是什么呢？舞台。就在这时，一只湿漉漉的手悄然搭到了我的肩上，没等我反应过来，鬼怪已经悄悄攀到了我的身上。我一边挣扎一边思考，整个音乐教室也只有讲台的位置算得上是舞台，于是我立马扛着它，用尽全身力气，一步一步挪向讲台的位置，然后我紧紧抱住了这个鬼怪，试图给他爱。不一会的功夫，教室里的灯光再度亮了，第7首歌终于过去了。而本来热闹的教室，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默默坐了几分钟后，我等来了最后1首歌。让我将你心儿摘下，试着将它慢慢融化。这无疑是一首经典的歌曲，而只看字面意思，含义似乎非常明确，让我把自己的心摘下来，慢慢融化。这是在开什么玩笑？没过多久，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出现在我的面前，冲我礼貌地微笑了一下。你好，我是本堂音乐课的老师，很高兴在最后1首歌的时间里遇到你。我浑身痛得不行，根本没心思搭理他的问号，更何况恐怕制定规则的罪魁祸首就是他本人了。他见我不答话，只是静静地走到我的身边，轻轻伸手，修长的指甲慢慢刺进了我的胸膛。让我将你心儿摘下，试着将它慢慢融化。不过几秒的功夫，我失去了所有意识，模模糊糊中，我见到他偷走了我的心脏。